对。那相较于上一次何卫东只有4个严重，这5个严重当中呢，也严重的危害到党的执政的根基跟政治腐败的问题。就是呢，在北京，在中国大陆，最近呢发生了一件这个中央高层人士重要的异动。那也就是呢，在1月24号上个周末那传出了中共中央军委第1副主席张又侠以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报道说，因为严重违法乱纪遭到立案调查，到这个礼拜已经过了1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说呢，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之后，军方的媒体《解放军报》在近日来连续2天在封面刊登文章，针对负责保卫北京的解放军第82集团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呢，强调要分别学习中共20届4中全会的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当中也指称，张又侠和刘振立2人危害党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冲击到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媒体包括了解放军报对外定调都是张又侠、刘振立2人是泄密但是真正可能的原因，吴岳老师您怎么看？我想跟泄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啦。外面现在所讲的大概什么泄密给美国核子武器啦，或者说什么涉嫌所谓的政变不成，我觉得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天桥说书的啦。你可以看看解放军报在有关于24号江东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看看那个社论，那社论是给他5个严重的这样一个罪行。对。那相较于上一次何卫东那个去年的10月18号只有4个严重，那这4个严重跟这5个严重差在哪里？有差了非常的几个。第一个，它是严重的所谓的破坏的党指挥枪，这是当年对何卫东的。现在是严重践踏一个是严重破坏，一个严重践踏。那第二个来讲话，当然这5个严重当中呢，也严重的危害到什么？危害到党的执政的根基跟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次没有讲的嘛。第三个呢，对党跟国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嘛。所以很清清楚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只是泄密的问题，就不需要找的这么多的5个严重的理由，把它公布7大罪状的第一个议题嘛。对那第二个，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你去看看同一天的所谓的解放军报，如果我们是看看去年的10月18号，那时候是9名上将，同时包括何卫东被官宣的。你看看今年来讲的话，只有张又侠跟刘振立2位。第一个解放军报都是发表社论，可是第二个，你去看党媒，主要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你去看看18号的去年10月18号的《人民日报》，对，它只有在第6版，用那个国防部的新闻稿来呈现。你看今年有关于所谓的《人民日报》，在同一天是把解放军报的社论放在头版来看待嘛？对，版位根本就不同，完全不一样嘛。所以这一次所涉及的问题，当然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跟腐败问题嘛。那当然你会讲嘛，解放军报来讲的话，连续这么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嘛，如果你把它用到最新的评论的文章，大概就是10月31号，它是发表评论的文章嘛。是这个评论文章把它当成什么？它有几个重点嘛。第一个来讲的话很清楚嘛，这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从严治党是什么？代表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嘛。第二个就是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因为以后在军中，至少在军中，再也没有所谓的政治路线跟腐败问题的高层出现，因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会的7位的委员，包括主席是习近平，对，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是主管军纪的张升明，对，剩下的所有军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没有的，7个里面现在只剩2个。对。那第二个，你去看看解放军目前为止，大概为止来讲的话，编制正常的编制大概40位上将，40位上将到目前为止正常在活动的，大概剩下4位，4位就是包括张升明1位嘛，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国防部部长董军
但是他不是中央军委。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刚升任的前些日12月22号刚升任的中部战区，好，中部战区当然司令当然是主管北京嘛，还有东部战区的司令嘛，大概只剩下这4位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针对何卫东、苗华之后，这次的所谓的针对张幼霞跟刘振立，大概中共所有军方的高层几乎都要洗牌了，全部都已经整顿完毕了。老师，帮我请教，这样一个大洗牌哈，这牵连到说超过10位以上。您刚刚特别提到40啊，我看到有些报道甚至讲到说有70到80位这么大的一个人事的变动，它对整个解放军内部哈，尤其是军方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想大概会产生第一个影响，从此军方再也没有针对21大要即将召开，从此军方再也没有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可以有效的形成一股有效的势力，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嘛。第二个，你如果看解放军报31号的所谓评论员文章，它最后几句话是最关键的，对，一定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一个首长制嘛。第二个，坚决听习主席的指挥。第二个，对习主席负责。最重要的，要让习主席放心。所以从这样一个军方的整顿，当然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些上将整顿完，一定会所属的机构全部都会整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为什么张幼霞这个事情会这么样受到所谓重视？因为他跟一般的军人不太一样。是对，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今年已经75岁的一个72岁的人，在20大还能够被续任中央委员跟政治局委员，这历史上很少见的。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说，他18岁就加入解放军的。第三个，他的爸爸，他的爸爸，你可以看到说，对张幼霞爸爸张宗逊，他是解放等于是中共的这样共军的开国元老的上将，所以论军方的资历。论军方的关系，论军方的家世，论军方的从政经历，再也没有人比张幼霞更资深了吧？无人能出其右了。对，那如果连张幼霞这样一个人跟刘振立都已经被整到的，现在全解放军来讲的话，你说还哪有所谓反习的势力嘛？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看的在哪里？就这一次来讲话，40位所谓上将缺，那最后一次公开露脸就是6位上将嘛，就是12月22号嘛。那很多人都只看到升任2位上将，2位上将是谁？就是我们讲所谓中部战区的严格讲，你看韩胜元就是上一次有关于11国庆阅兵的，对，就是他，他是出身于所谓严格讲空军，对，他在中将的时间待多久？他在中将足足待了8年，哇，对。那第二个，你看看东部战区，当然负责对台的嘛，你可以看到说，严格讲，东部战区的司令呢，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杨志斌，他在中将，他也是出身于空军，他在中将待了多久？待了4年。所以从这里面角度，大家都知道，军方以前解放军有2个主要的大的系统，一个是苗华、何卫东这些像出身于福建以东南系统为主的东部战区这个部分为主的，另外一个是张幼霞这个作战系统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等了8年，一个等了4年，不能说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说显然什么？显然他并没有卷入到这个所谓系统里面去，而且空军里面大概受创是最小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只升这2个，其他大概都是按兵不动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外界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有史以来对解放军最大的整顿。这个整顿大概要到5中全会之后。大概所有有关于中央军委的重要的人士以及上将才会慢慢的补齐嘛。所以接下来的这些军方尤其高层人士的安排或是升迁啊，恐怕就像是刚才吴岳老师所说的，就是还要在其他人等啊都要被有的上将一定会涉及到，他一定会往下清查。对啊，他一定会往下清查。那这种过程当中来讲的话，所以很多人总是过度去解读，说什么军中里面呢好像是反习势力很严重啦，军中派系请假。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所有的人，现在上将，所有的重要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跟提拔的。这样听起来，其实习近平的权力是更加集中，而且是更加的稳固。因此，有人会问2个问题：如果都是习近平的提拔的，
怎么越缓越腐？解放军报自己讲啊，怎么越缓越腐？怎么越缓好像越来越多？是，但是他也告诉你，到了这里面已经严格上已经到顶了。对，已经到顶了，到顶了。对，就是说已经从根，至少从上面的根嘛。那第二个，它下面还会再做清查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比较多的是什么？比较多的是每一个人在习一派独大下，所属一定有不同的派系。这个派系不是挺习跟反习。这个派系是因为出生于不同系统，在资源的竞争，在思想看法上有不同，所以因此这个派系一定会相互竞争，然后严格讲相互抗衡，最重要的什么？相互举报。你既然相互举报，一定是相互毁灭。OK， 那但这样的一个相互举报、相互竞争，甚至是相互毁灭，对于集权于一身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还有就是中央军委会的主席习近平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一位研究员资深研究员，就是他也曾经是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叫唐安竹Thompson， 他就认为说，张又侠呢是解放军里面唯一一位现役，而且能对于中方的军力在强项跟不足之处都能够对习近平提出客观建议的人。而另外呢，这个我们台湾这边政治大学东亚所的特聘教授寇建文则认为后来补上的人，无形之间跟习近平的关系可能那么就会越来越朝向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他是说呢，未来习近平呢会越来越像以前的皇帝被孤立在深宫，而且他说，如果军委到时候只剩下一个人，那现在没有补上的话，习近平在危机的时刻要找谁来商量德国之声还下了一个标题说，张又侠这次中箭落马呢，美国失去能够对话的人。这些事情怎么看呢？中美之间如果真的因为军事上的对话缺少了像张又侠的人，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刚刚吴越老师讲得很详细那么。那我个人稍微能够补充的话，就是这个张又侠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其实是两代的关系。他的父亲刚刚提到那个张又逊他是跟习近平的老太爷习仲勋在过去在国共内战时候的老搭档，两代的关系。那么另外就是张又侠他还有一个资历，就是他参加过这个成越战争，有实战经验的，是所以跟习近平可以说是关系非常的悠久，而且非常的密切。那另外呢，我可以补充报告，就是说张又侠他的权力除了是第一副主席之外，他也负责军中的这个所谓的装备，跟人事，所以一个管钱或是物资，一个管人的权力，这是很大的。所以有人在揣测呢，他尤其在管物资装备这方面，是不是跟前不久落马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是有一些利益的重叠？这另外还值得他们调查的地方了。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张又侠下了我现在马年开始有人上马，有人就落马那么现在问到美国对他的关系，的确美国对他非常重视的。张又侠在2024年，就前年的8月份在北京亲自跟美国的当时的国安会的这个顾问Jake Sullivan 见面。所以呢，这是他们说是美国大概有史以来很高阶的这个国安官员跟大陆的军方的高层见面的一个例子当然，张又侠这是落马，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这1971年的林彪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最高阶的将领被落马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事情呢，所以美方认为是，当然这美方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美国内部也在开紧急会议了。像美国认为说张又侠的落马呢，他主要是美国担心什么呢？就是他指挥链的稳定性因为张又侠在军中是很大的力量，大家都谈过了，他指挥链的稳定性的一个断裂。另外就是他是美国把它视为联系的窗口，这 contact point。如果是失去了这个联系的窗口的话，郭大使，我想请教，会不会增加了中美在军事上误判的风险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而且现在尤其川普的时代他的国防部长各位知道那个 Pete Sessions 他这个人是年轻，在目前他的声望远不如过去在拜登时代的国防部的军中的力量。所以呢，拿美国的他们现在要改叫战争部长了。这个塞斯呢，跟中国我了解是1年多来还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中国看不起这个塞斯。对，所以因此大家说这是一个 common 这个 conventional wisdom， 就猜到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军方的互动跟那个 communication 一定很大的漏洞。第一个，
Sexas 这个战争部长对中国的了解根本还没有 nothing。那现在又加上中国内部的军方的这个人事的大动动，所以美国现在担心说，他们中方的军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对，这士气打击之后呢，因此他揣测是中国军方呢，他们内部变成这种所谓以效忠为主要的考量。少做少错，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所以因此呢，他对于那个精进战绩反正并不是重点，一定要明哲保身，尤其的消极避险这是军方从业人员的一个最大的考量。所以因此呢，对于将来他们所谓中国开始主张说2027年能够具备了全对台湾的武力攻占的一个战绩的这种目标呢，美国是认为说有待存疑。所以美国现在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美国现在过去误判的过去算了，可未来如何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当然，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你现在进行调查，这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现在还没有被开除党籍对，我想5月初也许更了解，他没有被开除，而且看调查结果，第一个是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开除党籍在支持第二个呢，接任人是谁？也是另外一个观察点。OK， 不过现在就对于中美来讲的话，在军事上，尤其是要如何避免跟管控这个可能因为误判而造成的风险是当务之急。那除了在军事上面呢，符应最高领导阶层、党中央的指挥。在这个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这样因为在周末前30号这一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会议，他们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把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还有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华尔街日报》在29号也报道说呢，根据花旗他们基于大陆官方所发布的资讯来统计呢，在已经公布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的20个中国大陆省份当中，现在有13个省份是下调了目标，包括制造业的大省广东省在内。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大陆虽然现在我们说 AI 跟半导体的相关发展是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势如破竹成熟制程也摆脱先前的困扰，但是顾问为什么整个内部我们看整个经济的内需并没有被明显的带动？原因是什么？没错，你刚刚在讲很多的这个省份往下调嘛那往下调当然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会有好几只脚那我们先看刚刚讲到就是说 AI 跟半导体发展的确是不错这个不错是在美国的打压下面还是不错刚刚讲传统制程中国的发展迅速这个因为它先进制程，它在成熟制程的市占率是越来越高，是成熟制程它一直发展。对，那另外 AI 的晶片，其实它虽然有先进制程被受到限制，对不对？可是它的好几家公司做 AI 晶片的，都陆续挂牌，每一家公司股价都涨翻天所以上层的这种 AI 半导体，我想这个发展，当然中国是不会放松的，因为它一定要跟美国争嘛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刚刚在讲经济为什么不好，其实内需不好嘛。各位看，就是说这些 AI 或半导体的公司它其实它还是在中国的产业结构里面还是占少数。所以但它的利润，其实刚刚在讲 AI 晶片，那个都不太赚钱的啦，那很多甚至是亏损的啦所以但股价涨很高，是政策希望做多嘛而且是补贴所以这个就是说。股价，而且还有去年2025年，整个全世界股市都涨嘛，中国也涨中国股市涨上来，可是他们事实上他们的消费力并没有出来，就是股票赚到钱的钱不敢拿出来花啦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的资产受到房地产的跌价，其实是影响是很大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在上海他说他们现在去看房子看那个非常好的地段高档的房子，他说比最高的价位大概跌掉一半。那当然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成长的时候涨20倍嘛，房价那现在跌掉一半，其实大家都还是不太敢买这样。那好，讲回来就是说整个经济我们说好几只马车嘛好几个马车那它的出口各位看就是说它的出口其实整体是成长5%，但是呢里面的那个内容改变很大，它对美那个出口降了20%，是，但是呢，对那个东南亚增加13.4%，对欧盟增加8.4%，对，也就是说它其实改变很大，而且你还要看它的那个顺差达到快1.2兆美金，这个是整个地球上第一次出现有一个国家
顺差超过1兆美金的。其实中国的2025年，你说出口其实是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啦。对啊，是很畅旺的。被美国被川普总统打成这样，关税磕成这样，他还是，但是你去看那个整体的结构哦，出口是不错。可是进口几乎没有成长，所以这结构的失衡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元素。还有包括说，像不只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到的都是高科技狂飙，可是像包括传统产业，你在股市里面就是这样子，高科技不断的好几根涨停啊，可是呢，传统产业就是不动，反而还降哈。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现在连 AI。半导体这些高科技业者也想办法要在大国博弈之间努力求生存。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军方高层人士的异动啊，真的令人震撼。这个消息呢，就是中国大陆国防部在1月24号正式宣布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2人，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立案审查调查。解放军报特别用了5个严重。对张刘2人的政治问题啊来定性，那其中的用词啊，比如说像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特别受人瞩目。张又侠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同时呢跟习近平是一样的啊，他在外界呢被称为是太子党的成员之一。而在国共战争期间，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曾经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所以呢，其实也传出张习2代这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那张又侠呢，也是解放军现役少数参加过1979年承越战争啊，具有实战经验的共军将领啊。所以这次传出被调查，甚至说是被整肃，对共军战力的影响，现在大家也在看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针对军方内部的影响，我们怎么观察呢？老师？我想最重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等于是解放军最高的这个指挥中心啊，就专业的，我们讲专业的这些军人，现在被清洗掉，只剩下1个人。好，那当然，实际上这又不禁让我又在回想起啊，其实没有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坦白讲，你们假如是看过去斯大林跟希特勒怎么样清洗那些他们旧的这些军方的这个势力，然后也拔擢了一些新的一些所谓的这些将领啊，是，结果实际上面的结果论上面来看，似乎也不错。那所以当然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立即可以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目前现在所谓具有所谓跨战区，有这种统合站在最高指挥阶层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这个军事专业的人，目前来讲。比较没有看到了，因为现在剩下的那个张春明啊，他是主要是管纪委、管纪律，没错，他是搞那个政治政委出来的，他不是真正负责这个实际作战上面的，所以关键是没有错，因为就算是有人可以上来，可是我是说。这个高阶的这种将领的训练哦，不是一触可及的，而且所谓真正台海发生战争的话，不是只有所谓的东部战区而已。没错，这整个台海发生战的话，是从整个东海从北到黄海、东海到台海以及到南海，这是整个都连贯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解放军的里面所谓的专业的这个职业军人是。有没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具有宏观跨战区整体作战指挥的这个能力？我想这可能是他们解放军现在可能要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换血哈，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些分析也说，在换出来的这一批新血当中，那预料哈大概有70到80位哈，70到80位这样的一个大幅度调动。当然，换血代表的是。决策思维跟决策行为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好，那所以您怎么看哈？就是这些新的将领在未来这个大换血之后，他们上台以后哈，向外，您刚刚特别提到，从黄海、东海到台海，乃至于到南海啊，整个对外的军事决策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可以想到的，到时候当然，假如是我们现在关注是在特别是在对台海这个作战上面来讲的话。当然，这时候所谓的火箭军跟海空军啊，会是一个很关键的，至少在开始的阶段是很关键的
一个力量。那目前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因为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到底是谁会来顶替现在所谓空缺的，等于是完全是唱空城计的这个军委会。对，那所以在这时候，你说让剩下的那一位这个张升明来负责整个作战的计划，甚至于习近平自己跳进来指挥战，我想这好像也比较不现实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说他给自己斩首了嘛。我们讲他给自己斩首之后，可能我觉得要看他接着拔擢的这个新的这个将领拔擢上来进入军委的，进入军委拔擢上来这些将领，我觉得才可以我们在做这个观察才会比较有具体的一些事实，否则现在一测，现在甚至于还有人一测啊，现在解放军可能内部是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军权是不是稳固啊？现在可能甚至于都现在谣言满天飞啦。不过总的来讲，目前习近平我倒是看前几天才刚接见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所以目前他至少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还是老神在在的。所以假如是说他在近期之内没有准备发动所谓的大规模的这个军事行动，我所谓的近期内当然不是今年了，我说在短期未来，譬如说我们大家关心的2027啊，在这个最近的这个短期的这几年内啊，假如没有计划所谓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军事行动，川普不是讲嘛，他任内习近平不会打台湾嘛，他也讲过很多次嘛，对不对？姑且不要讲，我是说，所以我是说，假如习近平准备要进行所谓的大型的这个军事行动，他军委会的这个像这个位置啊，像他拔起清洗的这些绝对要补上来。那他补了哪些人？我想这我们才可以作为进一步观察的这个角度。因为像现在的话，还坦白讲，我觉得一切都很混沌。不过就像我刚才讲，可以很肯定的，被自己斩首的这个中央军委会啊，现在你说要发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我觉得这可能还与现实有一些。的确啊，最近有一些分析啊，就特别分析到了说权力的稳固性啊，就是说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在军方，尤其是这么高层的军事人士异动上面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调度呢，当然就表示他的权力现在是非常稳。好，那当然现在观察重点就在于未来地补上的这些军方的将领啊，他们的背景哈，可能要再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跟调查。好，那当然现在看到说中央的军委会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满编的编制，其实中共中央军委会是7个人。当然，军委会的主席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也就是习近平啊。那在4中全会剩下4个人，就包括了习近平、还有张又侠、张升明以及刘振立。现在张又侠跟刘振立2人被拔除，就只剩下军委会的主席习近平，还有刚刚提到的张升明，他是主管纪律检查的。但问题来了，这会不会加速解放军对周边的地缘冲突去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刚才特别提到。未来上来的这些新将领们力求表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个人认为是短多长空啦，也就是说短期之内应该是对于周边国家来讲，中共对于外可能采取外扩或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大的动作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短期之内会比较低。但是你说未来等到就是说习近平他培养的这些人都上来以后，因为你看习近平从这个2012年上来之后到现在，他其实在中共军中已经有开始逐渐的培养他自己的这个信任的这样的人士啊，已经也多年。因为你看前面这是他的第3任期，等于说他现在是类似，如果说他今天要在军方里面做他自己的5年计划的话，这已经可以到他第3个5年计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未来他换上来这些人，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大概差不多这种就是战区指挥部的部分来说，大概应该都已经是他所信任的人，跟他在能力上获得他所认可的这个人上面了。那像比如说最近你可以看到东部战区新换的这个指挥官上来之后，就发动了这个和平正义使命的这个演习。是，那其实相对来说当然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但是你如果从解放军整体的这个调度，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完整的后战那个后那个支援等等这样一个
符合作战程序的节奏来看的话，东部战区它这几年对台的这个行动来说，基本上来说其实是相对的是对我们这个要害好，或者说对我们的这个防卫上的弱点，其实是相当掌握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弱点跟压力。所以那这些人等到他们下一步，因为其实我相信从解放军跟那个世界各国军队一样，他每一个那个军官的这个官科上去，他都会有这种所谓的停年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毕竟上来之后，可能在中将这个层级上要历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进到中央军委去补他这个上将这个职缺。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习近平他上来之后所培植的这一系列的他所信任的这些军方的人马，大概差不多现在应该到一个中将的这样的层级，当然少部分也会进到这个接近开始逐渐接近到上将。那这个时候等到未来这些人历练过这个战区指挥官，然后补到这个中央军委，然后成为他的这个在中央军委能够遂行他意志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周边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有可能要承受共军未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共军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情况，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27年能够初步完成共军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所以到时候如果他们共军的这个现代化军建设完成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中共在人事上来讲，共军的人事上来说，由习近平他当初这些所欣赏的这些将领开始进到上将这个层级之后，那这时候未来他会对军权的掌控以及对军队的控制跟军队的运用会更完整。因为从中共来讲，它完全是一个党指挥枪的，它不允许这种枪指挥党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它一定会对枪的部分会牢牢抓住，动用它的政党的这个共产党力量，去把这个从上到下完整的这个控制住，然后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会形成过去二战时那种大本营的这种战报这种态势也不一定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总体来讲，它就是要党指挥枪。OK。重点是在这件事情它现在已经发生了将近1个礼拜了那在张又侠落马之后呢，前美国国安顾问 Sullivan 他也回顾在2024年跟北京在北京跟张又侠会面，他说呢，张又侠当时看起来并不担心就是老神在在，他说他也不需要去揣摩领导的心意。Sullivan 是形容张又侠他说话的风格就是直来直往，就是非常有军人的作风。那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还有蒙古事务科的科长叫唐安竹，他也认为呢，张又侠是现役解放军将领当中唯一能够针对解放军的实力还有短板就是弱点向习近平提供最优秀且最客观建议的人。所以现在张又侠落马了以后，这2天外媒有分析说，中美的军方之间万一没有了这个可以对话的人，会怎么办呢？好，我想其实从人来看中美关系是不太准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尽管在川普第2任期，就是2025年1月川普上任以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还是保持非常的畅通。4月份这个中美之间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在上海，然后到下半年11月又在夏威夷开一次然后这个12月份的时候，美中的这个防务磋商由战争部跟中央军委会两边直接见面，然后这个其中还有在去年的11月，就是东协安全这个防长会议上面，其实美中也在这个两边的防长也在这个场合上碰面，那还不用说香格里拉会议跟香山论坛双方的代表团的一些接触，也就是说，美中在川普上台以后的这1年里面，其实军事上面的沟通跟互动是非常密切，而这些是机制化的，它并不是靠着张又侠或是单一个别的人。那为什么美国会对张又侠这个人这么的，就是说这么念念不忘？那我相信，因为张又侠他在中央军委会的时间一共是14年，然后这其中有9年他是担任这个副主席的位置，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很久，对，所以他这个时间就等于说，在习近平任内跟美国打交道，他们应该经常会碰到。对，那见面3分情，这个是会有互信的，就是双边因为了解，所以会有美国人会对这个人比较了解，然后就有安全感，会有互赖。那我相信在短期，如果张又侠离开这个职位，美中之间的沟通。对解放军来讲可能会变得比较保守，因为新的人上来，他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也不知道张又侠是为什么发生问题。那他们在未来接触美军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口风可能会变得比较紧，也就是美方假设想要探听一点中国内部的军事情势。
以前也许张又侠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但是现在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比较收紧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整体来讲，或长久来讲，或川普任内来讲，美中的这个军事对话的机制应该是持续在运作。那还不用说，2026年，川普跟习近平可能要见4次的面，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情势里面，恐怕不会因为张又侠一个人中箭落马，或者是解放军的高阶现在遭到清洗，而本质上中断了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沟通跟交流。OK， 军方高层的对话也许中断到不至于，可是呢，就是在中间那个转述上面，还有特别是向上报给习近平做最后决策的中间那样的一个理解，还有包括建议啊，这恐怕是现在包括外媒，还有刚才特别点到了美国都应该要注意的风险。因为在新年前的3天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宣布举行了围台军演，而且是实弹的军演啊。在12月31号这一天结束之后，《华尔街日报》也归纳出了这次军演对台海局势的5大启示。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哪5大启示呢？第一个是解放军展现了海峡内控制、海峡东侧拒止的双重能力。另外，川普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耸肩的表示说，没有什么让他担心的哈。他说，中国做这件事情已经25年了。第3点就是有意图警告美日不要插手台海议题的信号。第4点是台湾军方启动了快速反应演习，部署机动飞弹车，还有爱国者飞弹，海巡署跟海军也紧盯着共建动态，而且在内部这个台股还逆势上涨。第5点呢，就是模糊演习跟开战的界限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件新闻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年前就是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 在他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2022年的8月，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访台所带来的代价远大于益处。解放军发动的环台军演，还有这次对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呢，在 Pelosi 访台之后这个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个负面大于正面，到现在为止这个变化都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的状况。确实是如此，在 Pelosi 访台之后，我们知道了海峡的中线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战机常常就是飞越中线这中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没有中线的存在了。但马老师，你先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华尔街日报》它是5点的分析，对，我们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从股票来，这个还是持续大涨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台湾民众来讲，好像他打他的，我活我的，好像变成一种感觉有点脱钩啊。对，有点脱钩，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威慑，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在下降大家好像有点温水煮青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现状的改变上面，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戴维斯线现在没有了，这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在3年半里面举行过7次的围台军演这海峡中线的概念渐渐消失。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正义使命比较麻烦的是，它有划设的这个演习区进到我们的这个领海基线里面，就是在恒春南边这边那其实你从联合国宪章这个第2条第4款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讲是不可以存在的，也就是它违反联合国宪章。那什么时候才会合乎联合国宪章？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情况底下，这个台湾的领海就是我的领海，它才有可能这样划设。那这个划设事实上它有很强的法律意涵，这个意涵就是它会让现在台湾的领海，第一个越来越受到压迫，第二个在国际上面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个反抗或者是抗议的话，它会渐渐变成一个现状。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共演习，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包夹，因为过去的7次围台军演，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它划设的演习趋势越来越像台湾内部内缩。我问一下，越来越包夹，就代表着台湾能够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对，但是它在做法上面，因为它有一种僵固性，就是它只要往前推，它就不可能往后退，因为它的施压是要让你觉得越来越强，所以未来可以预期它应该还会再往内缩。可是这个内缩现在已经到毗邻区，就是24海里，它未来有可能会进到12到24海里，这个会很尴尬。那也就是说，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预测，在未来，我认为擦枪走火机会的确是存在，也就是说，他用战争边缘策略
把你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就是他往你领海内。这个做实弹演习的时候，那你怎么去定性？它算不算联合国宪章51条的这种反击的？而且这次我看到报道上面，特别是在第一线的官兵，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是啊，在你说比如说包括说台海的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边的船舰，用那个火控雷达在锁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知道你锁定我了，那我也同样会锁定你，这难免。就是不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对，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对台动武这件事情是一个政治决断，就像薛瑞福讲。但是这个政治决断，我认为可能要开这第一枪，它也有很大的压力。比方说，这个他不知道后续会发生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在渐渐进逼底下，双方都很紧张的这个条件下，擦枪走火确实是有可能，就不小心误触，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演习实弹射击的时候，万一击中我们的船舰，而不管是渔船或者是公船，其实它都会造成很大的轩然大波。那现在越来越逼近，这种风险会越来越高。OK，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问说，那这个时候美国在哪里？哈，那有一个人哈，对军演他对于跟刚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看法，认为说川普对此非常冷淡，他是不同意的。这个人是谁呢？是胡振东。胡振东在台北出生的，他1977年到2004年都在美国空军服役。后来呢，他被分发到密苏里州的飞弹基地，担任 LGM-30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发射战斗队的队长。然后在1989年呢，他被调到了美国空军总部，他所负责的范围是中国大陆、蒙古跟台湾。2007年，胡振东曾经被美国国防部派到 AIT 担任技术组的副组长，他带着一支团队向台湾提供美国的军事援助跟相关的训练。所以对于台海冲突这样的议题他断定美国几乎是100%会在台海冲突当中出动兵力来协防台湾。好，我们引用一下他的说法哈，他的说法是这样，他说，美国真正的角色是在台湾周边形成外围防线，航母战斗群、日本与菲律宾基地、美军前舰与空军将在海峡外侧执行制海、制空和远程的打击任务，压制所有试图跨越台海的威胁。来，我就问一下 Ross 哈，你觉得他比较了解川普，还是你比较了解川普？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你们有一句话，就是外来的和尚念经，你们都会很疯狂了。只要是一个美国前任什么，不管是国务院、国防部等等前任人士，针对台湾或两岸关系、两岸开战说话，你们都会 lose your mind， 你们都真的会。所以我要问你的就是，你觉得他的代表性如何？首先他的确是专家，但是不得不提醒大家，连他在访问中的时候，他有几次说，我讲这个不是机密啊。所以其实他讲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比如说他说美国跟台湾有交换情报的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也强调这不是 classified， 不是 secret。那另外他又讲到一些台湾radar 的能力，这个也不是秘密。甚至他说，万一打仗的话，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动作等等。我们都知道美国本来就有相关策划，的确是有，不管是美国印太总部那边或战争部在华府那边都有这个策划。但是重点是，而且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是时任总统会怎么决定，这个才是重点。所以美国的确是有完美的plan， 那日本也有，那不一定日本或菲律宾会加入，但是都有相关的 plan。那问题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美国总统时任总统，不管是川普或以后的总统，这是重点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万一真的有这个决定权。100%是时任美国总统，对，就看到时候是谁当总统嘛。那现在的话是川普嘛。如果在2年内会发生类似的状况的话，以现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他认为是川普是会出兵协防的。
我可以这样代表吗？很难说。对啊，川普每次被回答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义务回答的方式，他都会说我不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是。那有一次他接受访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我就会克中国东西150甚至200%的关税。但是他没有说美国会派航母或会有军事动作。对，所以我在这2天看到有一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呢，胡振东会这么讲，就代表后面其实有一些support 他的这个力量。我完全没有，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不管是 AIT 美国在台协会或国务院、国防部、战争部、白宫、国安会等等相关单位。他们不会这样安排一个退休军官这样上台湾电视节目做这个分析，所以是不会的。意思就是说，这只是胡振东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当然是他个人的。我刚说他是专家，他非常了解，万一战争的话，美国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跟计划。这个他非常非常清楚。好，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台湾的观众，就是如果胡振东的看法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的话，那真的不要特别的把这个东西放大，说以后美国。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美国一定100%啊，或者是接近100%会协防台湾了，对吧？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是今天可以说是接近100%，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我刚刚说，我再次强调，只有10任总统，美国总统或者日本的话，只有10任总理大臣有这个决定权，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预测会不会。对，所以要看当时。除了10任总统，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会发生的相关配合的一些因素而定。这个时候做出预测确实大胆了些。好，那这次呢，当然在军演之后，也有专家就提出了研判啊，说这次他们看到了大陆解放军发射了射程超过了190公里的火箭弹啊，而且目标是直接指向台湾的补给线。海底网络电缆以及呢液化石油天然气啊，就 LNG 的接收站，所以进一步请教黄老师，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西半部包括竹科啊，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现在不只是竹科啦，包括中科、南科还有高雄啊，可能都会成为非常有风险的范围。那所以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根据您的了解，有没有一套由上而下或者是由下而上的 BCP， 也就是营运持续计划，就当遇到了天灾风险，甚至包括战争，如果遇到了，面对这种极端的状况，还能够继续维持正常的生产。OK， 其实就竹科我不能代表园区管理局回答这个问题，对，但我们就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包含当时在竹科去设立基地的时候，大家发现新竹放台风假的机会几乎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就以一个 Fab 厂，它可能每个月生产量在2万到2万5千片的晶圆片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它一天停工，它要损失多少营收？那所以一定会有一个营运持续计划去调整它。但是像打仗这么极端的这个情况下，全民进入戒备的情况下，电力供应没有办法到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下，这个即便有 BCP 计划，它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效的运营？我这样讲一件事，包含在夏天的时候，台湾各处限电缺电，你就会看到有人可能开着一大坨的那个电力囤积车，我来卖你电，你需不需要电？为了维持的这个所谓生产，其实光是打仗的时候，如果直接去攻击到这些所谓的任何的通讯缆线或者是任何的电力系统的话，其实对于生产上那个破坏力太大了。所以即便有 BCP 营运计划，我想目前可能不会去估算到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我这样讲好了，黄仁勋今天要把高阶晶片出给中国，那他库存不够，那现在谁能来帮他完成这个晶片？我说，这个算盘打得挺好的，那我就再来一个演习打掉，然后结果辉达违约交割嘛。中国2手赚，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他们还是会先希望拿到他们的东西。不过您刚刚点到了能源这个关键的议题啊，就是说，台湾如果真的万一走到非常不幸的状态是被攻击了，我们的能源备案是什么呢？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所以我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也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什么能源备案。
但是看看打仗的地方看起来也都挺惨的。对，所以 Ross， 你看这个军演当然就是在推想各种不同的状况，但这一次看到说围台，而且是实弹军演，其实它是越来越收紧。刚刚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收紧呢，其实我们会造成的是我的反应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我们的西岸就是台湾的西部这边的能源设施，如果一旦被摧毁的话，其实能源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怎么办呢？我有偏见，因为我个人是一直主张台湾要继续使用核能。但是不管是蔡政府、赖政府都已经做下决定。那不管最近赖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开几个条件，只要什么，那后续会考虑恢复使用核能。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只要他在执政的时候，不可能，真的可能性真的是很低了。就是民进党的算是一个核心的政治立场，他们不支持核能。但是回到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核能的话，就很难维持这个电力。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已经最近也是很多外国专家、外国智库有做这个定期推演，有分析到台湾能源的问题，结果都一样啊。如果解放军围堵台湾的话，那能源怎么进口来台湾？对，我很同意 Ross 的观点哦，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聊 AI 工厂建制的时候，能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会遭到战争影响最大的是大型电网被攻击。没错。那有没有办法集中在小型工厂用的分散式小型核电电网？去攻击工厂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可能是一个折中的紧急备案。但是我补充一句话，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话，不管电力怎么样，生产工厂还在的话，问题是战争一开始没有空运跟海运，所以几十工厂还能营运的话，你的东西没办法输出到国外，除非有一个可能就是地下化吧，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划。那我要问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都知道能源是痛点，可是呢，有没有针对这个痛点去思考，或是已经有在执行的可能性的替代方案？